肖战、杨紫下定决心，王鹤棣与舒心陪同，票数被控圈粉。投票的血雨腥风近日又在网络上掀起，因为1年1度的某博之夜投票又要来了。根据每年的活动热点规则，受邀者必须是当下娱乐圈最火爆的流量明星，各行业粉丝纷纷开启刷票模式。3年疫情期间，某博之夜的线下活动热度一直都在可控范围内，所以这一次某博之夜注定火爆无比，网友们的期待值也是超高的。只是某博之夜一直都是以投票为主，各个学校的粉丝也是摩拳擦掌，争先恐后。网上流传了很多消息，现在可以确认的是不少艺人和明星，比如前老板艺人组合杨幂和迪丽热巴，还有王鹤棣和余承东。舒心火爆 CP 则有蔡徐坤、龚俊、肖战等当红艺人。把这些名字放在一起，就知道这场微博天王天后的投票大战不会太温和。只是好像当红的明星太多了，选票的分布肯定是极度分散，差距应该拉不开。不过从网上可以看到的投票数来看，这次投票似乎不太符合公开透明的基本原则，因为已经过去4天了，投票情况还是很票数不多，和一个博主 King 和 Queen 的成绩都不是特别好。而这一次又出现了一道断崖式的缺口，虽然第1名确实比第2名多很多，但是总体票数并不是特别高，而第1名其实是肖战和杨紫，这2个人占据了全国半壁江山的选票，那么其他艺人明星的粉丝都去哪儿了呢？主要是细节问题。杨紫和肖战成为某博天后和博主的卫冕王已经不是第1次了，他们也是之前的那2个。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因为其他艺人的粉丝看穿了某博客之夜的本质，所以提前放弃了？还是你在积累？如果这次又是杨紫和肖战，微博之夜第1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这2个人应该都没有达到签约年度的顶级流量吧？有网友不禁要问，这是不是因为后台控票？又或者是因为默认杨紫和肖战是第1，所以其他家的粉丝早就看穿了，不想再被晃了？杨紫虽然粉丝多，流量人气也不错，但是虞书欣的人气应该不低，而且去年的这个时候话题度还特别高。如果说肖战是人气王，那蔡徐坤呢？王鹤棣呢？他们的粉丝不够投票吗？不应该这样，所以大家都同意不约了吗？你刚刚教过今年的国王和王后吗？路人吃瓜，粉丝不约，这样的某博之夜有什么意义？02芒果 TV 综艺阵容背影明明是杨紫、王鹤棣、陈腾被潮拖累。芒果台的综艺一直是电视圈的标签，只要一类综艺节目火了，其他卫视就会争先恐后的模仿。当然，也有不少综艺节目因为各种原因停播，观众也很期待他们的回归。可以确定的是，一档停播的综艺即将复出，而且是已经播出2季的综艺《全员加速》。芒果台在筹备的时候，目标就是和浙江卫视的《奔跑吧兄弟》一较高下。没想到人气虽高，打起来却效果不佳。再加上高层关注了这个节目，认为这个节目只是追人，没有任何价值，所以强行叫停了。如今节目重启，嘉宾阵容自然是外界关注的对象。第1季不可能延续 TFBOYS、黄晓明、贾乃亮等原有阵容，客人只能根据目前的行情重新选择。全员加速商家公布嘉宾身影，清晰可见杨紫、王鹤棣、陈腾、吴磊。在节目的招商会上，节目组为了赚取流量，公布了部分嘉宾的身影，一共有5位客人。给出的线索有当红小花、热剧男主、辣妹、喜剧小哥哥、元气少年。其中火活节很难猜，也无法明确对应。其他4个比较明显，人气小花对应杨紫，热剧男主对应王鹤棣，喜剧大哥对应陈腾，元气小生对应吴磊。杨紫和芒果台的关系一直很好，她已经连续多年参加平台举办的跨年演唱会。去年的余生请多指教也在芒果台黄金时段火了一把，拉高了收视率基数。再加上杨紫此前曾与芒果台合作过综艺节目《中餐厅》，再次谈妥也比较容易。不用说，王鹤棣是现阶段湖南卫视的亲儿子，是继王一博之后再次赌上成功的男艺人。
之前在《你好星期六》做常驻，表现得非常好，综艺感十足。参加全员加速也比较合适，身体素质好，又有综艺感，更容易吸粉。吴磊也是如此。节目组之所以接近他，是因为他年轻的活力，更何况他的流量还比较高，更能为节目带来热度和话题。他们跑得也比较快，属于那种比较适合逃避猎人的客人。如果不出意外，他们可以留到最后。至于陈腾这个喜剧大哥，个人觉得不太适合这部剧。节目组正是看中了他的喜剧影响力，来满足不同口味的观众。因为一方面，陈腾年纪比较大，一点战斗力都没有，无法和猎人激烈较量，在几米之内就被抓住了。运气不好的话，开赛不久就会被淘汰出局。不可否认，陈腾有自己的幽默感，可以为节目增添趣味，就像在《王牌对王牌》节目中一样。另一方面，陈腾在团战中并不占优势，这会拖慢整体的速度。这么多年，他自嘲又懒又滑，陈腾一点体力都没有。参加这种节目，真是累坏了他的老骨头。于是就有网友调侃陈腾，来参加全员加速就是为了拖后腿。首先，如果你跑得不快，猎人就不会抓住你；二是做任务效率不高，耽误了时间的积累。全加速的投资阵容还是比较不错的，有年轻力强的当红小生，也有古灵精怪的当红小花旦，还有擅长搞笑的喜剧大哥陈腾。只是招商和实际录制的嘉宾阵容还有很大差距，但希望能实现。03，同样由王楚然主演，肖战的新剧还是杨洋的新剧，你最喜欢哪一部呢？在今年热播的木偶剧中，王楚然和彭冠英合拍的《听说你喜欢我》让人眼前一亮。虽然大概率会有一部融合了工业和爱情两种元素的剧扑街，但《听说你喜欢我》让观众在感受到工业剧的专业性的同时，也能享受到关系主 CP 之间的甜蜜。该剧探讨了医生与患者这个职业之间的矛盾关系，以及他们能否拥有一个同样幸福完美的家庭，同时也向观众展现了身为医生的辛酸和压力。相信同行业能通过这部剧感受到其中的道理。王楚然和彭冠英的 CP 关系也很让人意外。彭冠英饰演的医生虽然很冷酷，但是却让人觉得很专业，也很理性。王楚然饰演的阮六铮经历了2个截然不同的阶段，充分展现了一个普通女医生的成长与进步。正是这部作品让王楚然走红。在此之前，她的角色大多是影视剧中的配角，有时观众惊叹于她的美貌，有时又因为劝说的原因，让人难以第一时间感受到她魅力。比如在《清平乐》中，她饰演的女配角出场时间不长，但古装却有让人一窥究竟的效果。但在《上时》这部作品中，因为滤镜太黄，再加上服装问题，演员显得小而大，比例严重失调，直接抢了观众的眼球。这让明明演技在线的王楚然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优势。直到王楚然在《听说你喜欢我》中率先出镜，才成功让大家感受到了他的实力。不仅能让阮六铮在演出初期喜欢上前辈的谦虚，为人处事缺乏自信，更让观众看到她在经历情绪变化后的蜕变，成为雷厉风行的职场人女士。真是颜值演技兼备的宝藏女演员啊！这部作品让王楚然成功出圈，也让人期待她主演的后续作品。好在喜欢王楚然的观众都有福利。王楚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今年有2部剧要上线，一部是《玉骨遥》，一部是《我的人间烟花》。前者是古装仙侠剧，王楚然饰演女二；后者是现代偶像剧，王楚然再次单挑女主。《玉骨遥》这部作品早在官宣演员阵容的时候就吊足了大家的胃口，不过并不是因为王楚然出演了这部作品，而是因为肖战将出演该剧的男主。《陈情令》之后，肖战也出演过《斗罗大陆》等作品，但并未深耕古装剧市场，而是突破自我尝试了《王牌战队请多多指教余生》等作品。不过，在《陈情令》之后，相信肖战的粉丝们对他主演的古装剧更加期待了。在这部《玉骨遥》中，肖战再次发挥了颜值优势。在古装丑男遍地都是的当下，肖战简直就是一个清白的存在。一身白衣，
风度翩翩，微微皱眉，颇有身为老师的威严感。这么温柔的演员不演古装剧真是可惜了。因此，《玉骨遥》这部作品还未开播就因为肖战而火爆，剧中的设定也值得期待。剧中，肖战饰演的男主何任敏饰演的女主经历了3个不同的情感阶段。预告中，肖战饰演的师傅悲痛地问女主：“他真的那么爱她吗？”眼里虽然有痛苦，但也有几分期待，妄想从对方口中听到一丝对他的好感，情绪十分精准。而王楚然在这部剧中饰演的是女2号，光是看颜值就让人觉得气质出众，丝毫不逊色于任敏饰演的女主。早在《清平乐》中，她就力压女主江疏影，相信在《幽谷谣》中，王楚然也会有同样出色的表现。王楚然主演的现代剧《我在人间的烟花》是与杨洋的合作。这部剧和《听说你喜欢我》很相似，都是工业与爱情的结合。虽然这类题材往往口碑两极分化严重，但王楚然主演的《听说你喜欢我》和杨洋主演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却远超预期，可见两人对剧的眼光选择足够准确。目前这一集的预告片也让人觉得很真实。杨洋饰演的消防员进入火灾现场救火，或出现在诸多险情中，他的眼神无比坚定，充分诠释了什么是逆行。此外，杨洋为了保住自己的偶像包袱，并没有把消防员当成偶像，取而代之的是他衣冠不整，身上脏兮兮的，头发上全是汗水，救灾过后脸色铁青，这种状态也能表现出真正的消防员。而杨洋非常适合这个角色，不像其他影视剧在选择演员的时候不在乎演员的体型是否适合角色，而让骨瘦如柴的演员扮演救世主。在这部剧中，杨洋身着火警制服，身材魁梧，安全感十足。杨洋支持这个角色，王楚然则再次尝试医生的形象。在《听说你喜欢我》中，他的角色完成度非常高，尤其是在专业人士面前，他一向冷静，一丝不苟。而这部《我的世界烟花》也不例外。身穿白大褂，背着医疗器械，王楚然又一副飒爽女医生的模样。由于剧中会出现很多灾难场面，王楚然饰演的医生也会面临很多突发事件，执行各种高难度的救援任务也很正常。预告片中，手术过程中王楚然满脸是汗，但眼神却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。这样的角色让人觉得好有代入感。而杨洋和王楚然光是看颜值和气质也是契合度很高的，自然是非常适合演情侣的。预告中两人的眼神交流让人感受到 CP 的火花，相信两人的合作会贡献出一对经典又好吃的 CP。玉骨遥和我的人间烟花各有看点，而且都是当下流行的题材。而杨洋和肖战人气顶流，两部作品颜值爆表。那么王楚然也出演了肖战的新剧和杨洋的新剧，你最喜欢哪一部呢？